就是我们要喝对2种厨房里的化痰水，这外用法有了，那我们的内服呢？尹医生能不能给我们聊一下？可以的。就是主持人的这个问题啊，问到点子上了，也是关键点啊，我们称之为外调啊加内养。在现在呢，我们就可以用冰糖雪梨啊这些偏凉用的，对干咳往往无痰有效，或痰少而黏有效。这样燥性的咳嗽确实是好东西。但是对于我们老慢支急性期发作的观众朋友们，往往是痰多痰白或是痰黏，这个常常是体内有湿邪或寒邪的表现。这时候呢，我们服用或吃了再多的甜的凉润感的，反而是助了我们这个痰进一步生湿，好比潮湿的屋子里又泼了一盆凉水。OK， 咱刚才聊完了第1宝现在就来聊第2宝，喝对2种厨房里的化痰水。那这个外用法呢，刚才咱聊过了，关于内服呢，咱现在再具体的延伸一下哈。尹医生，我听很多阿姨叔叔一咳嗽就炖冰糖雪梨，我想问一下，您这招真的管用吗？主持人的这个问题呢，其实问到点子上了。冰糖雪梨呢，我们性质呢是偏凉润的，对于干燥无痰或是痰少而黏、咽喉干痒的燥性咳嗽是好东西是可以的。然而呢，对于老慢支急性期的发作，往往是痰多、痰白或是痰黏，这类型常常体内有湿邪或寒邪的表现。这时候呢，再吃甜的、凉润的，反而会助生痰湿好比潮湿的屋子里呢，又泼了一盆水，咳嗽会加重所以急性期的饮食我送大家8个字清淡、温暖、既油甜生冷鱼肉、油炸类的食品以及甜点、蛋糕冰激凌、生冷的水果都要放一放。我推荐的这2种更适合在这时候喝。第一种呢，是我们的萝卜蜂蜜饮。白萝卜半根洗净不要去皮因为皮有很好的下气的作用可以保留。切成细丝放在碗里，然后呢倒入足量的蜂蜜，要能完全浸没萝卜丝，搅拌均匀，腌制至少半小时。当我们看到萝卜丝腌下去了，出了很多汁水，就喝这个萝卜蜂蜜饮就可以了。每天呢，我们取2到3勺用温水兑开，一天呢可以喝几次白萝卜能下气化痰消食，蜂蜜呢能够润肺缓急，这个搭配其实特别适合我们痰多痰黏在喉咙里咳不出来的情况甚至呢感觉气往上顶这个时候去喝效果会更好。您看您刚说的这个萝卜蜂蜜水咱们百姓家里头日常呢都有，非常的简单方便好操作，是的，化痰顺气。那要是咳嗽的时候不但痰多，还总觉得心里烦躁，憋着一股火，胸口堵得特别难受，这样怎么办呀？这种情况呢，其实我们说上用的第2种就是用陈皮金桔茶。比如说我们陈皮遇到2到3克或者1小桌都可以。用的时候呢，年份越久越好。我们中医认为陈皮时间越久，效果呢越好金桔3到5个，新鲜的、干的都可以我们洗干净之后呢，我们把金桔可以进行揉碎，一起呢放进我们的茶杯或养生壶沸水中呢进行一个冲泡盖上盖子焖10分钟左右再喝。陈皮呢能够健脾化痰理气的功效，金桔呢可以行气解郁止咳。这杯茶我们喝下去，那股堵在胸口的淤气淤结之气就可以得到疏散特别适合我们咳嗽伴有明显胸闷胁肋胀痛以及爱叹气、情绪低落的时候。第3宝是学会一个趴着排痰的安全姿势。
尹医生，您刚才这个9字口诀里还有一个叫做百个位，这一定呢是一个很重要的姿势，对吧？能不能跟我们聊聊这怎么回事儿？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主要是对于那些痰液堆积在我们肺部较深的位置，我们自己咳的时候呢是很费劲的，特别晨起之后痰液聚集较多，这个方法呢可以叫体位引流原理呢是利用重力帮助我们的痰液从高处流向这样一个低处。最简单的方法呢，就是我们在床上或沙发上采取俯卧位也就是趴着，找到我们的腹部和骨盆以下垫上2到3个柔软的枕头或是厚的靠垫把我们的臀部和下肢进行一个垫高，让头部和胸部的位置相对较低，形成一个头低脚高这样的斜坡。保持这样一个姿势，我们10到15分钟。在这个期间呢，可以尝试用我们后面教到的腹式呼吸法，慢慢的深长的去呼吸，之后呢，慢慢坐起来。先做几次深呼吸，然后用力咳嗽。这时呢，痰液往往更容易的咳出。观众朋友们也可以让我们的家人去帮忙用手掌弯成空心掌从您的背部往下方，也就是尾底部开始从下到上轻轻的拍背，有助于震动排痰。在这里刚才尹医生描述之后呢，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安全提醒，也就是咱的温馨提示。以上的这个动作务必在饭后至少1个半到2个小时以后进行，而且有严重的高血压、控制不稳的心脏病、近期有咳血或者说呕血情况的朋友，绝对不要自行尝试，最好在有家人在旁边陪伴和看护的情况下进行是。那我们来总结一下急性期的3宝，也根据我们刚刚尹医生的描述，咱们一起来回顾一下急性期家庭自救的3件宝。第一呢，就是我们要按3穴，天突开窗，膻中顺气，丰隆化痰。是的。第二呢，就是咱们要喝凉水，也就是说喝2种水。痰多呢，我们就多用萝卜蜂蜜水；痰堵胸闷，用陈皮金桔水我们第3呢，就是百个位，头低脚高位引流，家人协助，空心掌拍背。以上的这些都是帮咱们度过难关的及时雨。但是雨停了，咱们就得赶紧修屋顶、通沟渠，防止咱们下次再漏雨。您说对不对，尹医生？没错，这种说法是非常的正确。我们不咳不喘的平稳期才是咱们巩固效果的一个开始的时候，防止复发。